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的强迫症，一场对表演与观众的极致敬畏。你见过这样一个笨拙的大明星吗？他制作一条法师散打的视频，竟然要筹备几个月，而一条动态更是反复修改了4次才算完美。当其他明星轻松地转换角色，灵活运用流量时，他的营业却总是散发着一股像小学生交作业那样的笨拙与认真。有些人调侃他是强迫症晚期，可细想一下，不正是程毅吗？那个总是能让人安心，不会辜负大家期待的演员程毅。他的笨拙其实是你看不见的努力。在莲花楼中那行云流水的打戏背后，是他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断摔倒的倔强；在山海之间飞翔于威亚的惊心动魄里，则是他从高处坠落后依然毫不气馁又迅速重来的坚毅。甚至在花絮中，他练习一个过招的动作，都能把衣袖扬起的弧度调整到恰如其分，流露出丝丝剑气。记得在琉璃中，司凤那颤抖的指尖流露出的血与痛，沉香如屑中的应渊在颜淡心里受伤时，那悬在睫毛上未落的泪珠，哪一处不是反复琢磨，力求完美的成果？这根本不是所谓的强迫症，而是他对表演的热爱与敬畏，已深深刻在他的骨子里。更让人动容的是，他从不轻易透支期待。在完成《长安24记》后，经过一场直播、一期综艺，他就像在玩捉迷藏似的，忙着钓鱼的他，足以让世界明白他的所作所为。然而，当他再度露面时，那首颇具气势的抗战胜利纪念曲却让大家眼前一亮，迅速占据了音乐排行榜的前列。他总是将沉默酿成一坛醇酒，让人们在品尝时陶醉不已。难怪粉丝们打趣道：“粉程毅，给人一种秋衣塞进秋裤，秋裤又扎进袜子的踏实感。”你会觉得他是蓄谋已久，或是强迫症晚期？其实，他只是在努力将对得起这3个字刻入自己的灵魂。从无人问津到一鸣惊人，从此间悄然绽放，他就像是一棵安静的树，把根深深扎进最黑暗的土壤中，随后突然给你展现出满树的繁花。原来，那些云淡风轻的背后，都是在默默咬碎牙的努力前行。哪有什么破圈的玄学，又何谈天生能抗拒？不过是有人把不负期待4字练成了自己的血肉灵魂，在戏中拼尽全力，戏外却踏实认真，连每一条动态都如同捧出自己的一颗赤诚之心。程毅的江湖里不容许有敷衍2字，最高级的野心不过是低头对自己诚实，抬头才能面对所有的目光。程毅的强迫症，一场对表演与观众的极致敬畏。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江湖里，流量与话题似乎是演员立足的必备武器。无数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游刃有余地掌握节奏，用轻巧的营业方式收割热度和目光。然而，在这个看似熟稔的游戏规则中，却偏偏有这样一位另类存在——程毅。有人调侃他是强迫症晚期，说他在发布一条动态时能反复修改4次，录制一条视频却要筹备几个月。这样的笨拙，放在讲求速度与曝光度的娱乐圈，未免显得格格不入。但仔细去看，你会发现，这份强迫症背后折射出的不是苛求细节的怪癖，而是他对表演的极致热爱与对观众的深切敬畏。表演之外的笨拙，程毅的营业常常给人一种像小学生交作业般的谨慎与笨拙。别人轻松转发一句话，他却要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；别人轻松切换角色，他却要为一个动作、一条动态反复修改，直到自己满意。这样的举动被调侃成强迫症，但恰恰是这种笨拙，让人感到一种稀缺的安心感。在粉丝口中，程毅是那种不怕迟到、
就怕敷衍的演员。他很少为了维持曝光度而随意营业，也不会因为流量的诱惑就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。他的迟缓和笨拙反而构成了某种反差魅力，在一片快节奏的喧嚣中，他像是一股缓慢而坚定的暗流，不慌不忙，却最终能汇聚成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。戏里力求极致的倔强。如果说戏外的笨拙是他的性格，那么戏里的执着才是他真正的锋芒。在莲花楼中，程毅的打戏几乎让观众惊叹为行云流水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那些潇洒自如的背后，是他在40°C高温下反复摔倒，汗水与尘土混在一起的倔强坚持。每一次动作不对，他就一次次重来，直到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。在《赴山海》的拍摄中，他要在威亚高空中完成极具危险的腾跃，坠落、擦伤是家常便饭，可他依旧毫不气馁，爬起来再来一遍。花絮镜头里，他会为一个挥袖的动作调整弧度，只为了让那一瞬间的剑意更有张力。这样的细致，已不仅仅是对角色的负责，而是把敬畏二字刻在了骨血之中。观众记得流离中的司凤，颤抖的指尖传递着血与痛的绝望，也记得沉香如屑中的应渊，在颜旦受伤时，那一颗在睫毛上打转未落的泪珠。这样的细节，往往不是一遍就能做到的，而是演员在反复琢磨、一次次尝试中磨练出来的结果。程毅从不追求差不多就行，在他这里，只有要么做到极致，要么推翻重来。这并非所谓的强迫症，而是对表演本身的一种本能敬畏。沉默中的能量。程毅并不是一个高频率营业的演员。长安24季杀青后，他只在直播和综艺里短暂露面，随后便像是玩捉迷藏一样低调消失。很多人不解，明星为什么要在自己最受关注的时候选择退隐？但他的沉默并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积蓄。当他再次出现时，便是以一首纪念抗战胜利的歌曲，让人眼前一亮。那首歌不仅在音乐榜上迅速登顶，更让人们看到，原来他的沉淀换来的是真诚的作品。这种沉默换惊喜的方式，让粉丝们调侃道：“粉程毅就像秋衣塞进秋裤，秋裤又扎进袜子，安心又踏实。”这份踏实来自于他从不透支期待，每一次露面都带着诚意与厚度，不负期待的信条。从无名到成名，程毅走过了无数个无人问津的岁月。他像一棵树，把根深深扎进最黑暗的土壤，默默地汲取养分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才在观众面前绽放出满树的繁花。他从不相信所谓的破圈玄学，也不迷信天生能抗拒的标签。他只是把不负期待4个字练进了血肉与灵魂。戏里他拼尽全力，戏外他小心谨慎，连每一条动态都像捧出一颗赤诚的心。在程毅的江湖里，没有敷衍2字。他的最高级野心，不是争夺流量的头条，而是低头对自己诚实，抬头面对所有目光时，能心安理得。极致与敬畏的化身。有人说程毅的强迫症是一种固执，也有人说那是与世格格不入的慢节奏。但当你真正去理解时，会发现这并不是一种缺点，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。在这个快消的时代，他的笨拙是一种稀缺的认真；在这个浮躁的行业，他的执着是一种稀缺的敬畏。他用看似笨拙的方式，守住了作为演员的本真与尊严。或许程毅的强迫症正是他最大的魅力所在。那不是病，而是一种信仰；不是束缚，而是一种力量。正因如此，他才能让观众一次次感受到，无论何时，他都不会辜负你对他的期待。